好，干干净净的床单之后，我们就要把枕头套起来。今天的工作其实还可以，我们的这个被子应该也干了啊，果然，我们再弄回去。这边晾衣服真的是，你想想这天有多干燥吗？被子2个小时干了。我们现在又有干的了，套被子。感觉这次洗完之后，这个被子又大了一圈。那屋里边开了空调，保证我们凉爽，不然的话，屋门现在已经热得不行了。先拿下去。房车上套被子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，因为没啥地方，床也没有这么大。但是我还希望有一个大点的被子，所以能正确的把它装进去，不要把床宽弄反了，简直就是登天一样的任务。因为被子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你也不知道哪边是头，哪边是尾，得看。因为它一个是2.2米，一个是2.3米，就差10厘米，你很难正确的。哎，这样对，好，开始绑这个角落。好，我们床单被罩换完，哎，今天晚上又可以享受太阳的味道。可以了，现在就剩两个靠枕，该洗的已经全洗完了，衣架没用了，一大包抹布，还有枕套还没干呢。这些是干了的，干了的收回来吧。鱼鳞抹布很容易干。啊，我们最后的一步，靠枕套也干了。今天算是把所有的能洗的东西全洗了，车上。西瓜视频又拜拜了。这个其实要套2个，因为我们丢了一个枕芯，只留了一个，这样它就更有弹力。可以了，完事。哎，凯子的我也洗了。今天刚好得空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。之前的视频出现过它，但是呢，很多人以为它是一个诺基亚手机或者是对讲机之类的，但它其实是佳明的一个专业的 GPS Map， 然后669S 这款是，正在更新 GPS。为什么要买这款669S 呢？因为它这款呢是支持我们国家北斗导航的哈，所以是GPS 的那个美国的 GPS 啊。它的这个地面误差大概是10到50米，就相当于是坐在这儿，那它给我定位的是在那个，比如说那边有个白车还往那边走，所以这个地面误差它大概有10到50米，在无人区或者是手机完全没有接收 GPS 能力的地方，那就彻底就无影踪了。首先呢，它这款机呢是。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充电的，它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廉价，它用的是2节5号电池，但是呢，它这个设计是很合理的，就是你充电器不一定随身带着，但是你的5号电池可以随时买，而且它是3防的，防水、防摔，而且还可以挂到身上。我们用它主要用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们会使用航线规划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航点记录，以及一个面积计算的一个东西啊。其他还有就是像这附属功能，什么钓鱼狩猎钓鱼啊什么的，这个有这个钓鱼时间，上面是最佳钓鱼时间在什么地方，它都会提示。还有一些日月天文的功能，就是日出时间、日落时间。现在看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日落时间是10点08。
地图功能呢，就是肯定是最常用的一个功能啊，因为它这个上面呢，它是会显示高度的。比如像我们现在，看这个位置，它可以看到这边是1300米海拔，而且它计算距离是很准确的，包括一些我们正常是要使用的罗盘啊，对吧？还有一些气压计，包括一些高度计。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我目前的海拔，以及我们的这个行程内的这个海拔是怎么过来的。今天一天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从2000米一直爬升到5000米，然后从5000米下到3000米，它会有一个行程的记录。行程数据表呢，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一个需要的一个东西，海拔，然后跑了多远，然后平均移动速度。其实这些功能它会更准确的去显示出来。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卫星，这卫星里边它连接的是支持我们国家的这个北斗导航的一些信息，因为佳明大多数它不支持北斗导航啊，只有少数的支持，包括这款669S 它是支持北斗导航的，所以至于它这两节5号电池能用多久呢？我现在目前不得而知啊，因为它既然是给户外用的，而且它的屏幕的分辨率并没有那么好，亮度也没有那么高，所以它应该这2节5号电池可以支持它用很久很久。所以我们这次要大概要试一下它能用多久。天气呢，它通常都是以这个 WiFi 或者是蓝牙连接手机，然后通过网络的，也有一个气压计，通过气压计来判断这个天气大概是什么样子哈。我们现在还没连手机，这样的话，每次我们出发的时候、启动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一路经历多少海拔，行程有多远，平均速度有多少，或者说我们到达无人区的时候，它还会帮我们记录的我们每1米的移动。它的误差是在1到10米，就是地面误差，就最多就是我在这儿。然后其实它给我指的地方是在那儿，这已经很精确了，就是没有办法去更精确这个东西。这个之后会出现在我们捡石头或者是走到无人区的时候，因为新疆也有很多无人区，我们可能也会要去，那暂时先挂在这儿。我们现在正在下一个怪物猎人，准备和肉总玩一会儿，没想到下了一下午还没下完。看我们今天来把这个电风扇拔掉，先把水插上，来泡点水吧。有水？哎，有吗？哎呀，不多了。我们今天来再泡点茶吧。这个茶饼现在几乎我感觉都不用茶刀了，就是你看手掰都可以掰下来了，这一片就够我们喝了。我们通常是不会把它掰成太碎的，这个只要它能放到这个杯子里就可以。这些茶叶沫子我要用来做什么呢？其实我最后打算把这些茶叶沫子煮个茶叶蛋，因为这些茶叶沫子其实一块好茶饼嘛，我们就把它利用到极致。因为这种茶叶沫子呢，可能就不能喝了，一喝满嘴沫子，除非拿那种大茶壶。这一片已经被我喝的薄的不成样子了。其实我还是想留一点这个，因为这个茶叶文文那边也没有了，好像还剩几片了。赶快要再从文文那儿再买点。可以了，暂时先这样。你看我把一个茶饼喝完，它这个包茶叶的这个纸啊，还是几乎都是完好无损的哈。所以大家尽量就是喝茶叶的时候，把这个茶饼放在一个塑封袋里边。但是我没搞塑封袋啊，因为我喝得快。这样包回来之后，每一次你下一次喝就会更方便。好，这儿应该是100度的水是可以烧得开的。98度的水。终于可以用开水泡茶了。看98度它也不会喷气，就证明这个地方98度是没有问题的。
好，它这个到这个自动满的时候，就这么多水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停，因为这中杯啊，就是正好是我这个杯子的量。我们先泡一下，然后这边啊，它有蚊子、苍蝇啥的哈，那个让我很困扰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之前不是换了一个电蚊拍嘛？这个电蚊拍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把它立到一个地方，然后直接把它打开。我天，这怎么有水？它立到个地方，直接把它打开，它就会吸引蚊子过来，就相当于是一个电苍蝇的一样。但是我其实是想把它挂在门口的，比如像挂在这儿，它这个不好插，不好放，但这样还是可以。可以。哇，茶也喝完了，给卡子弄下来溜一溜吧。呆呆的坐在这儿也坐了一下午。哎呦，走，我们溜溜去。我们鞋都洗了。晚餐时间，我们打算去吃点烤羊肉，今天就在这个地方门口。啊，这个中午我们吃的有点素，晚上正好在这边。纯肉，我靠，一点主食没有。对，晚上有烤馕吧？晚上看啊，对，馕应该是有可以。老板要烤馕吗？来一个烤馕啊，烤个馕。好歹有主食，应该不是纯肉了吧？来嘛，吃羊肉串，直接上手，没有工具，没有筷子，馕坑肉，然后上面还有羊毛呢。这边是没有馕坑肉，没有那个，这边一般般。嗯，烤着看，干肉一般般。烤肉太干了，可弄。虽然天现在还够亮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开始直播了。又到了我们的偶尔直播时间，怎么播来着？看啊，在这儿。好嘞，等会儿见了。